百期详解红白机全游戏巡礼。大家好，我是雷文。这一期开始，系列的时间轴来到了1991年。尽管在90年底，超任已经在日本上市了，但发售初期游戏数量还很少，和老前辈 FC 完成交接尚需要一段时日。在新旧过渡的这一年里，红白机上 FC 和 NES 游戏的数量虽然已经从90年的峰值开始下降，但游戏总数仍然超过了200款。这其中除了有《忍者龙剑传》、洛克人、双截龙这些知名系列的续作，也有像重装机兵这种新的经典系列的诞生。接下来就进入本期的主题，1991年1月的游戏介绍。澳洲橄榄球大赛，这是一款只在澳大利亚发布的游戏，这种情况在红白机上并不多见。游戏的开发商 Beam 软件也是澳大利亚的一家公司，总部位于墨尔本，做这款游戏正好对口。发行方 LaserBeam 也是该公司旗下的品牌。之前我对于这项运动的规则并不太了解，试玩了一下，发现还是比较简单粗暴的。比赛的场地为椭圆形，两侧的球门柱是双方的得分区域，目标基本上就是将球踢入己方的得分区域。比赛开始时，裁判会将球从地面弹起，双方的2名球员跑来争球，跳起将球轻击给队友，持球的队员跑向己方的得分区域，这时对方的队员通过冲撞来抢断，持球的队员可以选择将球踢走，或者用手将球传给其他的队友。这项运动的传球动作比较特别，用拳头的侧面击打，这时对手可以跳起来进行拦截。得分区域的球门柱有4根，球穿过中间的2根大球门柱可以得6分，穿过左右两侧的小球门柱得1分。在游戏里的操作方式，方向键控制队员，光标会自动切换。进攻时 A 键传球， B 键踢球。当球员来到球门约55到60米的距离，屏幕的底部会出现一个精准度的横条，踢球时有一个来回摆动的精准度标记，这个标记越靠近精准度条的中心位置，射门就越精准。当球员逐渐靠近球门，这个横条会慢慢的扩大，也就表示越容易精准的踢球。来到15米以内，任何的射门都会进球。防守时只要和对方的身体接触就能实现冲撞，按 A 键是跳跃拦截。相比其他的橄榄球游戏，上手还是相对容易的。本作提供了3种游玩的模式：单场比赛、赛季模式和练习模式。在练习模式里可以选择1对1、2对2或者多对多，这时场上的电脑对手主要是配合玩家熟悉操作。单场比赛的模式可以对战电脑或者双人对战，有18支可选的队伍，其中大部分都是来自澳大利亚当年联赛的真实球队，也有虚构的队伍。赛季模式里除了单人游玩，也可以选择4人或者6名玩家。这款橄榄球游戏第一眼看上去比较糙，而且比赛过程中连个音乐都没有。不过了解了规则之后，上手玩感觉还是有点意思。球员之间有实实在在的碰撞感，跳起来拦截的动作和球的轨迹结合得很不错，加上射门的精准度设计，有一定的趣味性。但整体上内容还是过于单调，个人评价2星半。龙与地下城长枪英雄，本作的英文原名是 Advanced Dungeons and Dragons Heroes of the Lands。 龙与地下城是经典的桌面角色扮演游戏，英文 Dungeons and Dragons 简称 D&D。 游戏的规则经历了多个版本的发展，高级龙与地下城 Advanced Dungeons and Dragons 就是其中的一版，简称 AD&D。 本作的改编又是基于其中绝望之龙的游戏模块和龙枪系列小说里的第1部秋木之巨龙。原著宏大的系列内容繁多，这里不做讨论，仅针对这款游戏进行介绍。不过这并不是一款 RPG， 而是一个横版动作的类型，也是该系列在红白机上的第1作。随着时间的推移，后续还能看到更多 AD&D 系列的红白机游戏。这一作的原版1988年发布在家用电脑端，红白机的这个版本由夏目公司开发，富士产经国际先发布了美版，之后玻璃佳音发行了日版。故事讲述了8位英雄穿越废墟之城扎克萨罗斯的旅程，他们必须面对远古巨龙基桑斯，并取回圣物米沙卡尔圆盘。
进游戏后能够看到8个英雄的例会，都是原作里的角色。8个人物一开始都可用，但一次只能控制1个人，其他角色的头像都会出现在画面的底部。按下选择键打开菜单，这个菜单很像 RPG 的形式，在这里可以随时切换角色的顺序。每个角色都参照原作有自己的属性值和相应的技能，像是牧师可以治疗，盗贼能解除陷阱等等。主菜单里还有咒语、使用物品、保存游戏等指令，也有拿取、丢弃、传递等动作。在横版的场景里，左右方向键移动，长按可以奔跑，长按上下方向键进入到门里或者其他的路线，上下移动只能在画面左下方的方向亮起时才能执行。场景里分成了战斗状态和非战斗状态，非战斗状态不会攻击，方向键结合 A 键做出跳跃或者下蹲等动作。战斗状态时，画面的左下方会显示 Combat， 这时按下 B 键结合方向键朝不同的方向挥舞武器，也可以投掷物品或者使用攻击魔法。使用物品捡起地上的东西，操作都非常的繁琐，要先打开菜单，选择指令，然后选择对应的人物，再手动的退出菜单。游戏的过程中要高频率的反复按下选择键打开菜单，完全破坏了动作游戏的流畅性。8个队员的顺序设置有些讲究，第一排最左边的是出战的人物，最好是高力量、高防御。排在第2的角色也有可能在战斗中受到伤害，巫师和牧师得在第1排，以便施展法术。整个的场景虽然是基于横版，但却是一个大的迷宫。虽然很像 RPG， 但角色不能升级，还是个动作游戏。虽然是个动作游戏，但它仍然基于了《龙与地下城》的基本规则，每次攻击和被攻击都是基于扔骰子的方式进行判定。这些复杂的设定掺杂在了一起，让游戏变得怪异而且奇葩。极差的命中判定，垃圾的操作手感，繁琐的操作，单调的画面，乏味的 BGM， 让它成为了 AES 史上最差的游戏之一。另外插一句，负责移植开发的项目公司其实做得很好，因为它准确地移植了电脑原版。之前按照惯例，只要流程能够进行下去的游戏，最低要打1星半。但我觉得生活中有更多有意义的事情可以去做，没必要用这款游戏折磨自己。个人评价1颗星。欢乐屋，根据同名的电视节目改编的动作射击游戏。欢乐屋是美国80年代末的一档面向儿童的电视节目，两队的儿童通过回答问题和玩一些脏兮兮的趣味游戏来争夺机会，获胜者可以挑战最终障碍赛，并赢得现金和奖品。这个节目总共只播出了3季，之前在第67期还介绍过一款叫做双重挑战的游戏，也是根据电视节目改编。这2档节目是竞争的关系，游戏除了 AES 版，还有一个 MS-DOS 的版本。本作的玩法很简单，画面以俯视角呈现，玩家控制场景里的儿童，这个儿童是穿了轮滑鞋的，在限定时间内滑行移动，并投掷番茄击中特定的目标，就是画面里黄色的圆形。击中全部的目标后出现一个钥匙，拿到钥匙即可过关。画面的左上方会显示关卡的倒计时，剩余要击中的目标数量。第3行的字母 C 表示收集的硬币，每收集25个硬币获得奖命。角色的操控比较特殊，并不是像常规的动作游戏一样直接控制，而是像操作宇宙飞船推进器的形式。左右方向键控制角色顺时针或者逆时针旋转，按 A 键加速滑行。这种操控的方式在之前介绍的游戏里也偶尔会被用到。另外按 B 键是扔番茄。关卡按照楼层划分，每个楼层又包含了多个房间，总共有72个房间，也就是72关。每过一关，画面里都出现一个人说几句鼓励的话，他是原版电视节目里的主持人 J.D. Rose。 在有些关卡里需要按顺序击中目标，这些目标都用数字显示，并有闪烁的提示，按从小到大的顺序命中他们。后面的关卡里还会出现几种敌人阻碍玩家，包括会弹跳的粘液球，触碰后会被弹飞，弹跳器能让玩家失控旋转，还有香蕉发射器和旋转炮塔。他们的攻击除了有击退的效果，还会减少计时器的时间，也能够获得一些辅助的道具，除了前面提到的硬币，还有增加时间的时钟。
提升速度的运动鞋，以及可以用来跳过当前房间的传送门。这款游戏虽说是电视节目的改编，但内容上并没有充分的利用原版的节目，有一个简单的玩法和多层递进的关卡，但整体上缺少变化，玩起来相当单调。个人评价2颗星。特种部队由 Kid 开发 Texan 发布的一款横版动作游戏，来自当年高人气的知名 IP。不过严格来说，这款游戏是基于同名的玩具系列。本作的全名是特种部队真正的美国英雄。同名的玩具是孩之宝在1982年开始推出的可动人偶，以军事为主题。动画片是从1983年开始播出的。在这款游戏获得成功后，4年还在 NES 主机上由卡普空发布了续作。故事的内容就是特种部队的队员们根据霍克将军的指示，完成不同的任务，最终击败邪恶的眼镜蛇部队。有5名主要的团队成员：杜克、蛇眼、暴雪、铁甲队长和摇滚。由于动画的年代久远，我也差不多忘了这些称呼是不是当年习惯的叫法。霍克将军会在最终的关卡加入战斗，每个关卡有3名队员出战，第一个角色作为 leader， 根据关卡自动指定，剩下的2名角色由玩家选择。角色有4项不同的属性，分别是耐力值、跳跃力、近战强度和武器强度，并且每个角色都有自己的优势。在横版的场景里控制角色左右移动， A 键跳跃， B 键攻击，按选择键切换近战和远程的武器。近战时 B 键结合方向键上可以无限的扔手雷，远程武器有弹药数量的限制，射击的方向可以朝上方或者是下方。某些关卡特定的位置可以攀爬墙壁。在游戏的过程中，按下开始键进入人物的切换画面，随时切换角色。杜克是团队中最均衡的队员，各项属性值很平均，近战是出拳。蛇眼的跳跃高度高，攻击速度快，近战是挥舞一把剑。远程攻击比较特殊，投掷白色的火球，不消耗弹药，但威力较弱。暴雪除了耐力值稍高，其他的能力平庸。近战使用匕首，特殊的能力是能够穿透实体墙壁，在南极作为队长出场。摇滚拥有最强的火力和最广的射程，属于重型输出单位，但其他的各项属性都比较差。铁甲队长拥有最强的拳击力量，近战威力高，其他方面平平，动作和杜克相似，但跳跃的高度较低，武器是榴弹发射器，射程短。最后的霍克将军，唯一一个能够飞行的角色，跳跃力高达99点，近战和远程攻击都很强。游戏里有几种强化道具，枪械的图标可以升级火力。画面右下角有一个 level 的等级，由数字和字母组成，先升级字母 ABCD， 然后数字变大。字母 K 的图标用来恢复生命值， V 型的图标可以提升角色的耐力上限，子弹的图标补充弹药，还有一个防弹背心提供短暂无敌的状态。除了这些，在某些特定的区域还能驾驶载具，3种不同的载具分别是嗡嗡野猪、弹跳车和战斗直升机。游戏总共有6个关卡，每个关卡分成了3个部分，有一套固定的流程。先要攻入眼镜蛇组织的某个基地，进入基地后，在倒计时结束前，在基地内安放一定数量的炸弹，然后和该基地的指挥官对决。6个关卡的主题分别是亚马逊丛林、南极、纽约市、黑山、撒哈拉沙漠和最后的眼镜蛇总部。每关的 BOSS 也都是经典的反派角色，包括了金属头、霸主、毁灭者和眼镜蛇指挥官等等。作为一款红白机上的横版动作游戏，应该说本作当年在玩法上极尽了所能，组队过关、切换角色、个性差异、近战远程、强化升级，还能驾驶载具。游戏本身的素质也不错，操控流畅，有着优良的音画质量。缺点是角色之间的实用性相差较大，只需要少数角色就能通关，后期关卡的节奏缓慢。再就是有时画面有比较明显的闪烁，个人评价4颗星。猎杀红色十月，一款根据同名电影改编的游戏。电影在90年上映，由肖恩·康纳利主演，以潜艇间谍为题材。电影的故事又是来自于汤姆·克兰西的同名小说，描述了一名苏联台风级核潜艇的舰长，
驾驶潜水艇想要叛逃到美国，却遭到苏联海军的追捕，但最后因得到了美军的协助而成功到达美国的故事。电影授权的游戏最先有电脑端的版本，但和这个 NES 版的内容并不一样，随后又发行了 Game Boy 和超任的版本。游戏里的故事参照了电影，在一开始会交代背景，每个关卡之间也有过场动画描述剧情。NES 版的玩法是横版射击，结合了潜艇战斗和操控人物的枪战这两种形式。前面的关卡都是操控潜艇战斗，占据了游戏大部分的时间。测试图显示，方向键控制潜艇移动，移动时船手上下摆动，模拟在水下的感觉。A、B 两个按键都是发射导弹，但对应了两种不同的武器，一种是向前方发射的鱼雷，有跟踪的效果，另一种是朝上方发射的鱼雷，主要用来对付深水炸弹或者位于潜艇上方的炮台。还有一种防护装置 EMP， 按选择键开启或者关闭，潜艇的周围形成一圈电磁脉冲，用于摆脱敌方的追踪导弹。这些武器都有数量的限制，剩余的数量在画面的右下方显示。此外，画面底部左边有一个雷达，显示敌人的位置和敌方的攻击。由于画面不能呈现全部的场景，特别是水面上的敌人，因此需要经常的查看雷达。画面底部的中间还有两个竖条，左边的是装甲值，相当于血量，右边的是动力值。动力会随着游戏的推进逐渐消耗。场景里的道具主要就是几种补给，像是补充2种导弹的数量，扳手图案补充护甲，核标志的图案补充动力，或者接住从空中下落的跳伞人员也能补给。操控潜艇要经历6个这类相似的关卡，末尾也有需要对付的 BOSS。 最后一关是平台跳跃的关卡，玩家控制一个长相酷似肖恩·康纳利的角色，在被破坏的红色10月号上拆除定时炸弹，可以开枪消灭敌人，但拆除每颗炸弹的时候，需要在不被击中的情况下等待一段时间。左下角有该场景内炸弹的总数，全部拆除进入下一个场景，直到最后游戏通关。在我看来，这款游戏虽然还不到烂作的程度，但也离烂作不远了。潜艇战斗的阶段，弹药动力有各种各样的限制，难度很不合理，敌方的攻击相当的有侵略性，跟踪导弹貌似比我方的更加智能，关卡的设计不佳，而且很怪异。水下充满了机械炮塔、活动的陷阱和水晶矿场， BOSS 的造型也很奇特。最后的平台关卡做的也相当粗糙，个人评价2颗星。彼得潘与海盗由 THQ 发行了一款横版动作游戏，改编自同名的动画片，片名也叫福克斯的彼得潘与海盗：虎克船长的复仇。它是福克斯儿童频道90年到91年间播出的65集动画，而非小说的原著，讲述了彼得潘、小叮当、达林一家和迷失男孩们不断与虎克船长和快乐罗杰号其他的船员斗智斗勇的故事。值得一提的是，这是 THQ 发行的第一款游戏。在游戏里，虎克船长向彼得潘发起了决斗挑战，这场决斗将决定魔法世界的命运。从画面当中人物蹩脚的动作，你应该能够差不多看出游戏的水准。横版的场景里，控制主角彼得潘左右移动，用一把短剑作为武器，攻击的距离很短。主角拥有飞行的能力，在空中按方向键上就能飞行，更准确的说是保持一个固定的动作在空中漂浮。飞行需要消耗仙尘，就是标有字母 F 的黄色带子，画面顶部的中央显示飞行剩余的时间。在场景里收集这些仙尘的带子能进行补充，需要注意角色跳跃或者飞行在空中的时候无法攻击。人物的生命值和剩余的生命数显示在左上方，生命值用宝箱的图案和数字表示。场景里收集宝箱能补充生命，或者通过叮当小仙女来恢复生命值。有时一个笼子将彼得潘罩住，会将他带到一个单独的场景，这里可以收集道具。场景里红色的小球拿到后作为武器扔向敌人。在关卡里的目标是要消灭一定数量的海盗，剩余海盗的数字在右上方显示。除了海盗之外，还有些其他类型的敌人，像是蜘蛛、飞行的鸟或者蝙蝠，也有几种不同类型的陷阱。每关的最后一个海盗都是出现在关卡末尾的虎克船长，他总是漫无目的的来回走动，轻轻挥动一下短剑就能让他消失。
最后一关有些区别，在海盗船上得让虎克船长从跳板上落下去。这款游戏看起来还有几个关卡，但实际上大部分关卡的内容都是重复的，场景只是换了个颜色和背景。很显然，这是一款烂作，几乎找不到可取之处。不过烂的程度还比不了前面介绍的《龙与地下城长枪英雄》，个人评价1星半。惩罚者由 Beam 软件开发 ，LJN 发行了一款射击游戏，主角是漫威漫画里的经典角色惩罚者。大家更熟悉的应该是街机端的惩罚者，那是一款轻版过关的动作游戏，1993年出品，推出的时间比本作要晚。越战后，弗兰克·卡斯特回到家乡，本想与家人过上平静的生活，然而一场失败的黑帮袭击夺去了他的妻子和孩子的生命。从此，卡斯特化身为惩罚者，致力于铲除罪犯。游戏里惩罚者的起源故事略有改动，从原著当中曾经服役于越南战争的海军陆战队员，改成了一名前侦探。画面以越肩的第三人称视角显示，主角只能在一个固定的轨道内移动，左右方向键移动角色的同时，准心也会移动，角色移动的速度比准心要慢。A 键开枪射击， B 键扔手雷，按住 A 键射击的时候使用方向键，人物保持不动，只有准心移动。初始的武器是一把乌兹冲锋枪，连发每秒5发子弹。战斗的过程中还有可能获得突击步枪和超级枪，射击的速度分别是每秒10发和每秒25发。投掷武器除了手雷，还能获得火箭筒。其他的一些道具还有弹夹补充弹药的数量，医疗包恢复生命值，防弹背心增加生命值的上限，惩罚者骷髅头的图标获得奖命。另外还有一个号角日报，说是能够提供实用游戏技巧的报纸。总共有6个大的关卡，按照不同的 BOSS 划分，提供3个关卡自由选择顺序。每个大的关卡又分成几个不同的阶段，场景都是纽约的不同地点。常规敌人的类型比较少，主要是街头暴徒、黑手党成员、狙击手、绿色贝雷帽、帮派小头目、忍者、藏在水里的潜水员等等。场景里除了射击敌人，大量的建筑和背景物品都可以破坏，还能从中获得道具。关卡里特定的位置，按照箭头的指示能进入到 bonus 场景。BOSS 都是漫画里的经典反派，像是杀手 Hitman、拼图杀人狂、克利格上校等等。有的 BOSS 战过程当中，敌人还会突然出现在近景，这时变成一场肉搏战，通过拳打脚踢和对手较量。最终的 BOSS 是漫威的超级大反派金币。红白机上这种轨道射击形式的游戏比较少，作为漫画的改编，本作对角色的还原还算过得去。画面的色调偏暗，很多的场景看着有些模糊，呈现一种阴郁的氛围。常规战斗时没有 BGM， 但每关都会随机出现一个萨克斯手，这时会响起音乐，如果你不等他演奏完将他给杀掉，音乐会随之变得缓慢压抑。游戏的流程比较长，难度波动很大，角色移动慢，而且没有其他躲避的动作，经常要承受伤害，只能尽量减少损伤。整体的玩法相对单调，个人评价2星半。天蚕变，泰东发行，玩法相当经典的益智游戏，早年的版本也有翻译成离子射线，英文原名叫 Kicks。这个极具创意的玩法最早要追溯到1981年的街机版，相当的古早，由一对夫妻兰迪和桑迪共同设计，当时由泰东的北美部门负责发行。整个80年代到90年代的初期，陆续在各个平台上推出了移植版，后来也有续作。最初的这个版本就是单纯的线条和图形的组合，没有那么多花里胡哨的内容。后来这种玩法被广泛的模仿，路子也越来越野，才逐渐走向了成人化。游戏在演示的画面有规则和玩法的讲解，玩家用方向键控制画面里的光标，光标在空白的区域移动并画线，从起始的位置出发，向外画出路径，再返回，从而形成一个新的封闭区域。每完成一个封闭的区域，该区域会根据绘制的速度填充颜色。A、B 2个按键分别对应了快速和慢速绘制，速度快则填充的颜色较亮，速度慢则颜色较深，并根据速度获得相应的分数。名为 Kicks 的能量团会不断的移动，轨迹不可预测，
在绘制区块的过程中，如果与光标相撞就会挂掉。还有一种敌人叫做 Sparks 的小火花，会沿着已经完成的线条移动，或者在空间里游荡。演示画面还会提示不要按照死亡螺旋的轨迹行进。关卡里的目标是要圈出一定比例的封闭区域，达到当前关卡要求的最低比例就能过关。经过几个初始的关卡后，就会出现同时有2个 Kicks 的情况。这时有一种新的获胜策略，如果能用一条线将2个 Kicks 隔开，也能过关，并获得额外的奖励。后面关卡的难度逐渐增加，而且难度上升得很快。不知道游戏的关卡等级是否有上限，反正我坚持到10几关就 Game Over 了。这款游戏的画面可以用抽象来形容，就是几个简单的几何图形，但它也充分地说明了画面并不是游戏是否好玩的决定性因素。基于这种经典的玩法衍生出各种变体，到今天仍然有新的内容，已经足以说明它优秀的游戏性。不过对于现在的玩家来说，已经享受过内容更丰富的各种版本，这个抽象的原始版就有些不够看了。个人评价3颗星。铁面无私又是一款电影改编的作品，同名电影1987年上映，汇集了凯文·科斯特纳、罗伯特·德尼罗和肖恩·康纳利等众多优秀的演员，是一部相当经典的美国电影。描述的是1930年美国禁酒令期间，臭名昭著的黑帮老大阿尔卡彭非法卖酒，控制了芝加哥的大部分地区。禁酒局特工埃利奥特内斯和他组建的团队与黑帮对抗的故事。游戏由 Ocean 发布了美版，登陆了多个个人电脑平台。家用机上除了 NES 版，还推出了超任的版本。游戏里呈现了电影中的部分剧情，并按照原著的内容设计关卡，总共有7个关卡，由几种不同模式的玩法组成。第一关在街道上，是从人物后方显示的第3人称视角的枪战，用双发弹药的霰弹枪，在严格的时间限制内消灭一定数量的敌人，利用墙壁躲避敌人的射击。第二关在仓库，是一个侧向卷轴的射击关卡，这样的关卡计时相对充裕，在场景里来回移动，不断消灭敌人，同时要收集掉落的犯罪证据。画面底部的证据收集达到了100%就能过关。第3关的边境突袭，控制角色笨拙且缓慢地在地面上来回打滚，以躲避敌方的火力。射击敌人的同时，最主要的是击中场景里的瓶子，用来积累证据的百分比。第4关小巷，模式和第1关相同，但要经历更多的场景，难度也更大，并且在关卡的末尾有一场 BOSS 战。第5关地铁站是俯视角的画面，需要一边推动婴儿车下楼，一边向黑帮分子开火，目标是要保护车内的婴儿顺利地到达终点。第6关解救人质，第1人称的视角，干掉劫持人质的黑帮，瞄准的话一枪就能过关。最后一关在楼顶，主角只显示肩膀以上的部位，这关是和黑帮老大卡彭的对决，不断射击将他逼到无路可退，最终结局就是将卡彭抓获。这款游戏乍一看貌似还不错，画面风格比较独特，还有多种玩法，不过试玩一会儿就会发现很多的问题。操控的手感差，特别是移动光标瞄准的时候，每种模式的内容都显得相当草率，是几个完成度不高的小游戏拼凑在一起。很明显，这是一款为了利用电影的知名度赶工出来收割玩家的游戏。本作后来还有一个升级的 B 版，改进了操控的手感，调整了关卡顺序，但也没有太大的改观。个人评价2颗星。韦恩·格雷斯基冰球由贝塞斯达开发了一款冰球游戏，左侧信息卡里的公司 logo 虽然不是当时使用的，不过这个样式大家更熟悉。贝塞斯达在1986年成立后，80年代就是靠开发体育游戏起家。除了这款冰球，他们还为 EA 开发了橄榄球游戏。韦恩·格雷斯基是加拿大前职业冰球选手，他代言的冰球游戏后来推出了多款。贝塞斯达为其开发了几款续作，是一个相当成功的冰球系列，也让毕设在行业内声名鹊起。但是以上说的是系列的原版内容，而不是这个 NES 版。本作的原版是1988年在几个电脑端口发布的。进入游戏后有几个选项，模式有单人、双人、2人合作或者观看，还有些设置选项，
像是比赛的时间、速度、游戏模式，有10支可选的球队，能看到每个队伍有队员的名单，不过实际上并无差异。界面的设计还保留着电脑端的风格。奇怪的地方就从这个选择界面开始，按键设置很反常规，按 A 键是切换选项，选择键切换大类，来到比赛内以顶部的俯视角呈现比赛。比赛时的按键设置就更加的反常规了，进攻时的传球、射门和防守的操控都由 A 键控制， B 键是呼叫队友传球。画面里闪烁的角色是玩家控制的，它并不会自动切换，即便球在队友控制的时候也是如此。切换控制队员的方法是按下选择键，相当的蹩脚，再加上操控的反应迟钝，结合起来给玩家的体验相当的差。游戏的画面即便是和几年前在红白机上发布的其他冰球游戏相比，都逊色了不少。球员几乎只是带着球杆的粗略方块，而且过多相似的队服颜色也导致难以区分。方正的造型还使得角色面对的方向和球杆的位置判断变得更加困难。NES 的这个移植版应该是联合开发的，但开发方的一栏挂的名字还是毕设。本作的原版拥有逼真的音效和过场动画，以及电脑端优质的物理引擎，几种游玩的模式也能给玩家带来独特的体验。来到 NES 上之后，一切都消失了，加上奇葩的按键设置，造就了本期视频又一个烂作。个人评价1星半。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喜欢这个系列，还请多多支持，咱们下期再见。